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梦到过自己在逃亡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梦，也都对梦的含义充满好奇。有的人认为梦是预兆，有的人认为梦与现实相反。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梦是有意识看无意识的一扇窗。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那个著名的冰山模型？每个人的心理世界都像是一座漂浮的冰山，你自己以及别人能直接看到的是冰山在海平面以上的部分，这部分是我们的显意识，比如你的知识和技能等等，外在表现就在此。但是冰山深藏在海底的，比它所露出来的体积要大得多，那就是别人没见过，可能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潜意识。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，梦是潜意识欲望的满足。我们在清醒状态下会压抑潜意识，但是进入睡眠状态后，这种控制会降低甚至消失。有些欲望就会避开检查，偷偷浮到意识层面。所以分析梦其实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。今天呢，我主要来跟大家分析两种常见的梦。第一种梦是逃亡梦。可能许多人都梦到过逃亡和被追杀。你不知道自己在梦里被什么追赶，反正就是有一个要伤害你的人或者动物，你要各种躲藏，各种逃跑。有时候你感觉跑不动了，还会很无助。比如我有一个来访者会间歇性地做自己被日本士兵追杀的梦，在梦里他连装死想逃避追杀都不行，只能不断地跑。梦的具体情节是受到了他之前所看电影的影响，但这不是最关键的，因为你有可能是被蛇追，被不知名的怪物追，被识破身份的坏人追，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逃跑。如果你做了类似的梦，那说明你最近遇到棘手的事情，或者感觉到自己有很大的压力。人在面对恐惧或压力时，其实最本能的反应就是逃跑。但是在我们清醒时，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不应该逃避，或者说逃避不掉，所以你在梦里也逃不掉。这是第一层解读。第二层解读是，追杀的人和那个被追杀的人都是你自己，因为梦的主人是你，梦里的一切都是你构造的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很多时候，即便你觉得自己跑不动了，那个追杀你的人也始终没有追赶上你。这个追杀的人就是你身上最本质的一部分，但是你不想要，认为它不好，或者不符合道德规范，就一直把它放在潜意识里。所以他追赶你不是要杀你，而是想让你看看他。但我们心里是恐惧和逃避的，所以梦里显示出来的就是一直逃跑，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的样子。第二种是回到过去，好像一睁眼你就又回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教室，接着一低头发现正在考试，可是仔细看了题目半天，却发现自己一题也不会，其他人都交卷了，只剩下自己。你在梦里着急得要死。这个梦也是有很多分析点的。首先是梦到回到过去，这其实是一种退行。人在遇到压力和挫折时会出现这种状态。其次，梦到考试不会，说明你近期有需要自己独自承担责任的压力事件发生，而且这个事件可能是你觉得很难解决的。这个跟第一点分析可以相互佐证。最后，高中考试其实是比较有寓意的。一般我们会认为高考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它影响着你的未来。也许你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或职业不满，那可能会想回到高中重新做一次选择。比如我的一位来访者，当年高考志愿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，毕业后也从事了本专业的工作，
他有时候觉得很迷茫很焦虑，每当这种时候，他就会梦到自己回到高中。在梦里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早就已经大学毕业了，但他就想试试换一个专业。梦是我们欲望满足的一种方式，你可以通过对梦的分析，了解你心里的欲望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，回复解梦就可以了。